100年前，陈澄波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嫁女儿归宁的时候，他居然在签到簿上画了大塔山的3支颠，这代表后面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陈立博，是陈澄波基金会的董事长。今天要向各位来介绍山海岩这个主题。顾名思义，山跟海很容易就了解的。那岩特别我要来解说一下，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台湾的历史学家在探讨台湾史碰到的很多障碍，比如说意识形态的争议啦、地区性啦、人群先后到达台湾啦，这一些种种的争议之下，就有一个曹永和先生，他是历史学家，他提出来，是不是用地理性来介绍台湾史？这样的方面去探讨的话，可以避开很多意识形态的争议。所以原其实是讲平原。平原在台湾形成了很奇特的一个存在，而且这个平原也容纳了各个时期来自不同地方的各个族群。但是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总要知道说，讲出来的台湾史是不是可以让全世界听懂、知道，甚至于接受。所以这边我想大概也要先解说一下。大概10年前，我也常住在国外，然后搬回台湾的时候，我开始第一次知道说，台湾这么美丽的岛屿，我们整个岛屿里面有非常多美妙的自然景观，但是我们并没有被登录为任何一处是UNESCO 记载的世界遗产。那今天我用这一张图来跟大家解说，在5年前就2016就 ICOMOS 跟 IUCN 的年会里面，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就是说自然景观必须要有人文的思维，所以一个 nature and culture 的诉求在这个年会就被提出来。那提出来之后，台湾也是极快的反应，在追求日后世界遗产的登录上，我们就开始去想我们的地理性跟我们的人文性如何去做结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年，另外是在德里，也是 ICOMOS 的年会上，大家大概可以想象中 nature and culture 这样的融合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当他提出了他的主题的时候，就解决了这种结合的事情。所以我们当初听到这个英文的合成字，帮我们解决了很多思维上的问题。原来 nature culture 就是一个字，那台湾的文化部很快的反应，就把它翻成中文叫台湾大概就叫人文景观那台湾也在执行这样的所谓自然景观跟人文思维的结合那在这样的介绍之后，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来用山海平原讲述台湾历史的时候，我们在国际上就要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才不会碰到障碍。那我出生在画家的家庭，免不了我想用第一幅画来跟大家解说一下这个自然景观跟人文思维的一个结合。首先，我用一幅画叫《玉山远眺》，这个大约95年前，96年前，1927年
我的阿公陈澄波的作品啊，在台湾如果有接触山林的人，一看这一幅画的最高点的山峰，就知道那个是玉山的主峰啊。那陈澄波画的玉山的主峰不下一幅，但是这一幅画里面，他要呈现的倒不是真的要介绍玉山啊。在我们很多推广的场域里面，我们碰到的观众，尤其是年轻，我说的年轻是国小的小朋友啊，那这些小朋友会提的第一个问题让我很惊讶，他们会，我也是爷爷的身份他们说啊爷这一幅画中间怎么有一幅电线，有一根电线杆，它是斜的，快要倒了啊！有的小朋友跟我讲说，山上怎么老鹰只有一只？那是不是陈澄波爷爷当年他在抗议山上的原始森林在伐木底下被摧毁了，所以他用了一根斜线的电线杆放在这一幅画的中间，那一只秃鹰是不是就在抗议说它的鸟巢被摧毁了？但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就是人的行为，就是人文的东西印记在这个自然景观里面啊。比如说这样的很简单的一幅画，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刚刚想要去追求的这种 nature culture 的范围。那从这一幅画，我再回过头来讲一下台湾的自然啊。台湾的自然其实很奇特，但是在台湾的台湾人并不这样觉得。我个人的生涯里面，我也是花了30几年在国外游历啊。那在这个游历当中，我碰到最困难的一件事，坦白讲就是自我介绍。尤其你碰到老外，尤其在欧洲啊，他们对亚洲人并没有那么了解，尤其对一个从来没有听过台湾这个字的外国朋友，你如何去介绍自己的故乡？这个变成我在国外30几年生涯里面一个最大的课题啊。当然很简单，你可以跟你的老外朋友讲说，我们就在中国大陆的西边的一个小岛，我们在日本的南方，菲律宾的北边啊。再厉害一点，你可以讲说我们在美国太平洋势力第一岛链的中心，够厉害吧？那如果你不愿意讲别人，你可以跟老外，甚至我那个年代就讲说，我们就是亚洲4小龙的第一条呢。这个变成引来一个笑话啊！当我用洋泾浜英文去介绍4只小龙的时候，老外的回答很简单，他们就sounds new。亚洲4小龙离开台湾是没有人听懂的。那我在这种自我介绍中就充满挫折感，这挫折感让我在30多年来在国外的生涯里面并没有解决。一直到10年前，我回到台湾，开始去整理我阿公的作品，就陈澄波留下来的文件跟画里面，我终于拿到了解答啊。那这边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台湾地图来跟各位说明它的答案在哪里。就是我们讲地理性的话，经过台湾的地理性，最容易让全世界各人种、各国的不同的民族听懂的一条线，其实就是北回归线。北回归线它是一条南北向绕地球一周的一条线。那这一条线，当它经过台湾的时候，特别奇怪，它留下了嘉南平原。各位或许不知道，北回归线绕地球一周23.5度，北纬绕地球一周，所有经过的地方不是海洋，就是沙漠啊，顶多有一些草原了。
那唯一留下的平原刚好就在台湾，这个奇特性，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地理景观的进一步解说来了解。那另外一条线，虽然不是那么 popular 但是它也应该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一个洋流，它叫黑潮。那在台湾受教育的时候，我们讲北回归线跟黑潮，其实是蛮难把它翻成英文让老外听懂的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它原来的英文名称就是黑潮。其实全世界的研究洋流的人都用日语来称呼它，它就叫库罗西欧那库罗西欧当然是日语的英文读音。但是为了尊重日本人当年对这个黑潮的发现，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称这个洋流。好，那我们有了一个南北向的直线，再加上一个东西向的纵线，两条线的交接处刚好就是台湾这个岛，而且它的正确的交接点就刚好在嘉义陈澄波的故乡陈澄波故乡的阿里山上所以我豁然发现说，台湾完全不需要借着去讲另外一个强权，像中国、像日本，甚至美国，它可以自己单独存在，那就不是在北回归线跟黑潮交界处，那个就是我来自的故乡台湾吗？好，那除了用坐标来定出来台湾的地理位置之外，这个地理现象又造就了台湾生态的奇特性。好，这边我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条线，它不是南北，也不是东西，它是一条从西南到东北的斜线。这一条线是西南气流的流向西南气流在台湾可以感觉得到，几乎全年有7、8个月以上，它带来了大量的水汽这个大量的水汽有一个另外的巧合，就是在南海形成的大量水汽，它的水珠可能是尺寸比较大，它比较重，就是它就形成的云层就比较低。很奇怪的就是，它在这个地区形成的云叫层云，一层2层的层。那层云，我们在气象学上就可以找得到它的特性，它的高度通常不会超过2000公尺。那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台湾的山脉，台湾的山脉几乎是南北纵向一字排开。台湾有268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那它排开就像一个屏风，这个屏风恰恰好挡下了2000公尺高度的西南气流，然后不断的云被挡下来，看到云海，我们就感觉到下雨，这不断的雨水冲刷养育整块嘉南平原，就这样的形成所以其实要认真讲，台湾是3条轴线。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的老画家们，就是陈澄波那个年代，我用2张老作品来跟大家分享。有一张是松崎雅岐，他是一个日本画家，他当年从日本到台湾，在台湾的总督府上班，但是大家可能很少听过他但是他比较有成就的反而是他的绘画天分。刚好在我们家，在我回来整理陈澄波的东西的时候，发现说他送给陈澄波这样的一幅画那这一幅画叫山崖，山崖的旁边其实就是云海。可是跟各位分享一个小秘密，以前这一幅画10年前我刚
接触它的时候，我赶快跟它定了一个名字叫海边。各位如果看这一幅画，是不是像海边呢？一直到最后，我自己上了好几趟阿里山，发现说，原来右边的那一座山，其实就是阿里山上最有名的大塔山啊！我赫然发现说，那个是海没有错，但是不是海水的海，是云形成的云海，然后偷偷的就把话题改成山崖，就海边就这样消失了。我讲这些事情大概是2-3年前才发生的事情。那另外一幅画，就我对照一下，就是说陈澄波其实他也刻意的画了一幅云海这样的画，云海是自己他提的，所以大家从这些老作品大概可以注意到台湾的人文思想其实发源在100年前，当这些前辈画家他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上山的时候，他们也跟我今天在讲的现象一样，他开始去探讨台湾的奇特性，开始想要介绍台湾的美让全世界知道，开始想要心中的自我定位，怎么用画画、用文学，甚至用戏把它表现出来。那如果各位有机会上阿里山，我倒是跟各位分享一下阿里山的所有的导游，第一件事会跟他的团员讲说，今天早一点睡觉，因为明天我们4点钟要起床。4点钟起床干嘛？要上山去看日出。错了，日出没有那么重要。日出在你城市里面的房子，你把窗子打开，你就可以看日出，而且天天可以看。屋顶上的日出跟山顶上的日出一样的那一颗太阳。但是上山，你看到云海，在城市里面，甚至在其他的山，很少看到像阿里山这么奇特的一个云海。那在云海的景观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云海就是形成台湾文化的起源。好，那到底形成了什么起源？我用一张简单的阿里山零线图来讲，这个区域400年来到底跟台湾发生了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 top view 我现在用绿色把它标出来的地方就是阿里山的零线。那各位知道，阿里山很有名，但是台湾没有一座山叫阿里山。阿里山它其实是一个类似像高地，这整个一块高地从西北往东南斜下那总共比较有名的，我用红点把它标出来，大概有12座有名的山。那其中最高峰刚好就在中心点，就是有交错的地方叫大塔山。那另外我用蓝色把它标出来一个小区域，它是我们今天上阿里山可以到达、可以休息、可以游憩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上山，我们在一个极小的活动范围里面，我们甚至还没有到达阿里山最高峰叫大塔山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图呢？这些零线，这些高山的命名，其实都是大概300-400年来，就当大航海时期，欧洲的探险家，英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他们是第一批，甚至比我们现在的原住民还早进入去探讨整个原始森林的山脉的走向。那这一些零线图就是从大航海时期一直到明郑时期、日治时期到民国，慢慢再去累积下来的。那这样的累积就是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其实是不同的人种，当他进入台湾，
开始去探索之后累积形成的。那另外，我用旁边的2块黑色的小长方形方块来表达它一个不照比例的一个斜线图啊。那右边的这一块小黑块是玉山一个红点，那另外左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我也点了2点。那大的这一点是大武峦山，大武峦山就是在所有阿里山高地里面最低，而且最接近城市的一座山。那各位，清朝当他开始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想要把台湾划入中国版图的时候，他建了一座城叫今天我们讲的嘉义城，当年叫诸罗山城。那诸罗山城在建成的时候，他派了在那个时候大概都是叫地理师啊，就我们讲的地理神啊，就在闽南、广东有很多这样的师爷级的很有智慧的人来干嘛呢？他来定说，诸罗这个城，当他建成的时候，诸罗的县老爷的办公室应该在哪里？所以他很有智慧，到今天我们都还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就画了一条斜线，就是从玉山主峰的山顶，透过大武峦山的山顶，斜向下，一直到平地的那个地方，我把它标示出来，是嘉义市政府。其实那个就是清朝当年的诸罗城的它算是县衙门啊。那日治时代变成它的市役所，到民国时代变成嘉义市政府，就几百年来这个地点都没有被变更过啊。所以这些就是一个纵向的累积，在时间的纵向里面横跨了好几个世代。那循着自然界的变化，定了人文的思维。那到今天，台湾甚至嘉义的子民还一样的遵守这样的一个结论啊。所以嘉义市政府今天还是在那个点上。那我另外再用一幅画来让各位再更深入了解所谓的山还有一幅画，就是我大概解说一下，这个是陈澄波的速写，很简单，这个很快速的几笔就画出来的。为什么是速写呢？因为这一幅画也是我们到很后期才发现，他就在他大女儿陈璧女的婚宴上，在归宁的那一天的喜宴上的一个贵宾签到簿啊。那陈澄波因为他是画家，所以他来贺喜的也都是画家，所以每一个画家都在那个签到簿上留下一幅画。那这一幅就是陈澄波他自己留下来的。当这一幅画出现的时候，每一幅画出现，我们都想要一个话题命题啊，但是我们因为看到这样的山，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定位、去命名啊，所以我们就请教了艺术史学者，有一个很聪明的学者叫萧琼瑞啊，萧老师，他就说很简单，我们就叫它山之巅，绝对不会错，因为每一座山都有山巅啊，那它这几笔看起来就是山巅的样子啊，这个山之巅就这样放了数十年啊，这个也一直到我大概是4年前开始上阿里山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年轻的助理们，那其中有一位小姐，她赫然发现说，董事长，那个山之巅的山巅看起来好像就是大塔山的山巅哦，因为我们终于也上了大塔山。那下山之后，我们把所有的照片堆叠起来，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不是好像，它根本就是山，就是大塔山的山巅啊！啊，从摄影师，从我们自己手机的拍照，都可以把它重叠起来啊。然后在这种发现之后，我们就去想说，100年前陈澄波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嫁女儿归宁的时候，他居然在签到簿上画了大塔山的山之巅，这代表后面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个老画家，他心里面，他的脑海里面，这一座山的山巅的形象，深深的就刻印在他的脑海里，所以他随手一笔就可以把山巅的式样画得那么精准啊！那甚至在70、80年后，我们可以用照片去把它重叠出来。那大塔山有什么奇特呢？其实大塔山就是原住民，尤其是邹族当年就住在阿里山下，这个是他们的灵山啊。所谓的灵山，就是人死后祖灵安息的地方啊。所以整个阿里山到玉山的这一块区域，甚至邹族的族人都不去那边狩猎，连他们的狩猎区都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去打扰祖灵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推到更前面了。除了这400年来各个民族在这个区块留下的人文的印记之外，更早原住民已经在阿里山的最高峰大塔山奉为他们自己的祖灵。好，那接下来在很多不经意的发现跟震撼之下，我回到故乡嘉义，就成立了2个会啊。我也跟各位在分享说这2个会的 logo， 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终于想把阿里山推进世界遗产。如果有一天台湾会成为一个被联合国接受的国家的话，我们当然会有这样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当年我们是为他设计的协会的 logo。另外，我们也在台北跟一群年轻的学者成立了一个学会，就是一座山，我们需要好好去了解它，去研究它，甚至去比较它。那讲到比较，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比较法，在整个太平洋，不管南北半球我们往西边的边缘来看的时候，其实有2座山很有名，北边叫富士，南边叫库克。富士山跟库克山都是世界遗产那他们都跟玉山一样，3000多将近4000的高度。那他们干嘛是世界遗产，玉山不是呢？所以为了这个探讨，我就想说，那我们去找答案。所以我也亲自到富士山跟库克山走了一趟。坦白讲，走了一趟，并没有那么稀奇而且我自己信心也增加了。回来以后，我跟很多朋友讲说，玉山的珍贵性绝对比富士山跟库克山还更高。因为怎么样？因为富士山没有水，库克山没有土。上过富士山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必须带水连上洗手间的水。当然你很有钱，你可以付钱叫别人帮你带水连上洗手间的水都是要自己带上去。整座山是找不到水的。那库克山为什么没有土呢？因为库克山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冰川，整座山覆盖的就是冰那各位可以说，冰融化之后，你可以看到土，对，但是那个冰川的厚度大家都知道是数百公尺那么厚度，
那最近会有机会啦，因为听说库克山的冰川也在萎缩。那有一天有生之年，说不定我们会看到库克山的图，也不一定。那玉山呢？比较这2座世界遗产，玉山是一个宜居的环境，它不只有土有山有森林，而且它在那么适宜人居住的温度的状态下，造就了全世界最丰富的生态环境。那今天我们不要去细细探讨它的生态环境，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台湾这一座山玉山，就刚好处在北回归线以及黑潮的交界处。这一座山绝对来日被定为世界遗产，绰绰有余。那这个就是我们故乡的一座最高峰了。那大家来看看这个黑潮造就了什么样的奇特性，这个跟玉山的整个生态环境息息相关。黑潮当它从赤道往北流出来的时候，经过菲律宾之后，它会碰到台湾的南端，就是鹅銮鼻的地方。碰到南端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主流跟一个支流分叉，然后把台湾整个包覆起来。那就像一个台湾就像被包覆在卵流里面的一颗珍珠。那这个卵流不只带给台湾丰富的水汽，也带给台湾四季如春的季节性。那这样的状况下，也造就了台湾所有的生态环境，包括植物。比如说，在玉山最有名的，我们大家或许老一辈的人还会一直讲 Hinoki。那 Hinoki 其实就是檜木，就是红檜啊。那我大概讲一下，全世界檜木的种类只有7种。那这7个檜木分布在4个国家，哪4个国家呢？美国、加拿大、日本跟台湾。那7种里面有2种刚好就在台湾，就红檜跟黄檜。那这黄檜也叫扁柏。那其中的红檜更奇特，全世界就只有台湾，那是台湾的特有种。那这个跟黑潮以及西南气流息息相关。因为怎么样？因为黑潮给予台湾这个环境的温度，再加上西南气流带来的云雾，产生了世界很有名的雾林带。那雾林带的特性之一就是会有红檜所以红檜的形成跟台湾的地理性也是息息相关。那这些事情，当年的画家们有在注意吗？我们慢慢去探讨陈澄波更多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其实他们观察的深入度以及投注性，比我们今天还更高。我再来用另外一幅画，解说当年画家的状态。这一幅画，就我从小特别印象深刻，因为它就挂在我们一个小家的客厅的墙壁上。那天天看，印象就深了。那当我出国之后，20-30年回来，发现说那幅画不见了那当然我会去找，就听说上一代的兄弟们、姐妹们分家了，那分家就有人把这幅画卖出去了。我当然把作品卖出去，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传播。没有商业，大概就艺术价值就不会被定位但是总是会有个怀念的感觉，所以我心里面偷偷的在想说，既然卖出去，是不是也可以买回来？那果然在等了6年之后，有一天我们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上，终于把这幅画买回来当然会出血苏富比的价钱当然就会心疼那刚好买回来的隔年，我们在总统府1楼办一个陈澄波特展的时候，这一幅画就变成他的主视觉。
那个特展的名称就叫以立不摇就是在那一年我们办了这个展，然后也承诺说，日后如果台湾有机会盖一个国家级的国立美术馆，我们会把陈澄波留下来的所有作品文物全部捐赠给这个馆。那我相信政府正在筹备中那这个就不在话下。我要讲这一幅画。这一幅画看起来就是，其实当年我最喜欢的就是画岩石上面的那一个渔翁因为他就挺直腰杆那陈澄波有一点诗情画意这个涛声是他取的名字。他的汉文其实没那么好，但居然取了这么有诗意的话题，叫涛声。那涛声显然就有人在听涛。那涛声，这个涛声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也刚好因为有总统府这个展览，当我们布展的那一天的黄昏，来了一个 engineer， 就是来帮我们弄灯光、调灯、照射的那个工程师。他一看到这一幅，说：“这个我故乡。”我说：“你故乡在哪里啊？”他说：“我故乡在东北角。”说错了。这个历史学家跟很多我们的艺术家的朋友都讲说，这个可能是鹅銮鼻呢。你们家是在基隆就是南北差那么远。他说绝对不是。你看看那一幅画的右上角的远山，它明明就是我们家东北角的鼻头角。所以猫鼻头跟鼻头角都有一个鼻啦，可是它差了400公里。所以有一天有了这个契机，我们找了一个机会，就真的到所谓的北海岸的鼻头角去看。看了之后，我们全身就起了鸡皮疙瘩。起了鸡皮疙瘩不是说我们证明了这个工程师讲的是对的，它就是鼻头角。它确实是鼻头角，它就是从鼻头角画架在鼻头角看向三雕角从鼻头角看向三刀角，它那个远景在右上角的那个远景的远山，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三雕角就是以前大航海时期我们讲的圣地亚哥，我们用中文讲就不像，用台语讲圣地亚哥三雕角，那就更像了那鼻头角看向三雕角有什么稀奇呢？各位想想看，在北海岸，在台湾岛的东北角，你从北往南望，你可以看到什么？那不就是黑潮来的地方吗？我们看不到黑潮，但是你绝对可以感受到黑潮就是迎面而来我想这个就是陈澄波当年为什么留下这样的作品，也为什么让我小时候一直是朝思暮想那也为什么我们终有一天去把它买回来。我们也为了这一幅画办了一个特展这样的血脉跟这样人文的传承，其实是静静的存在台湾人的血液中另外我再讲一幅画这一幅画更奇特。这幅画是1930年一个日本总督上杉满之进，他一个委托案，他直接指定请在上海教书的陈澄波回来帮他画一幅画，因为他要把这一幅画在他退休的时候带回他的故乡去，挂在他的墙壁上那真的照这样执行了，陈澄波完成了，他也拿回日本但是他死前，他在他的故乡山口县捐赠了一个图书馆，把这幅画就留在那个图书馆，挂在墙壁上。80年后，再也没有人看过这一幅画，也没有人知道这一幅画从哪里来，是谁画的。也是4年前，一个叫尔义的老教授，当年他80几岁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电话来讲说，他们发现了一幅画，可能是不是会是你的阿公陈澄波画的。那隔了1个礼拜，我赶快到
山口县去看这一幅画，发现说，角落不就是签名就是签的陈澄波。那后来我们更奇特的发现说，当年日日新报就是日治时代的报纸上就有登这一幅画的来龙去脉。这个来龙去脉，我为什么特别把它提出来呢？因为他画的，我们考证之后就是清水断崖，大家知道清水断崖也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奇特性的这一个地理现象。它就在花莲立雾溪的出口。那今天是台湾人很喜欢搭小船到那个地方去干嘛？去赏鲸啊！他们已经看太多这个悬崖峭壁了，大概他们喜欢刺激，就在那边划独木舟，在那边看鲸鱼啊。那这个就是黑潮常年冲刷台湾岛屿而产生的一个大断崖。这个大断崖在全世界的地理现象也是很少见啊。那各位或许知道说，大断崖在欧洲也有一个，它叫摩诃断崖，就在爱尔兰啊。那爱尔兰为什么有那个大断崖？它刚好就是在墨西哥洋流冲刷的地方，同样也是一个极大的洋流冲刷岛屿而产生的一个断崖。那这个断崖代表的意义，其实也就是地理性啊。那我们再来看看，我赶快又跑到爱尔兰去看那个摩诃断崖啊。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墨西哥暖流是这个地球上的第一大暖流，黑潮还其次，是第二大，所以它冲刷出来的地形看起来就几乎是一样，而且那边的人文景观甚至动植物，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那边到处的鸟都黑色的，因为是乌鸦。啊，我们在清水断崖在花莲看到所有的鸟都白色的，因为是白鹭鸶，因为是海鸥啊，所以我也让大家看看说，这整个墨西哥洋流跟黑潮不一样，它没有循着岛链慢慢北上，它直接横过大西洋之后，就正对着冲到爱尔兰的那个岛的西岸，所以形成了摩诃断崖。那是不是在洋流跟岛屿的冲击交汇处会产生特殊的人文呢？啊，还是说这所有的人文的景象还需要更多的地理性来搭配呢？所以这个前面我会讲到3条轴线，就是北回归线、黑潮以及西南气流，把3条轴线加总起来，才会产生台湾这么奇特的一个岛屿，才会产生台湾人这么奇特的一个小民族啊，人数不多，但是充满多元文化。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幅画，这一幅画对我来讲意义深刻，它是阿公学油画之后的第一幅风景画。他当年在东京艺术大学开始学会油画之后，他的第一幅风景画居然就是画故乡的北回归线地标。啊，各位大概没有听说过北回归线这一条线其实是充满杀伤力。如果没有云海，如果没有那么多西南气流的遮蔽力，那北回归线的阳光足以把地球所有地方都变成沙漠。那还好，在台湾这个地方，北回归线再加上西南气流，它变成一个宜居环境，所以日本人立下了北回归线这个地标，也是全世界人类为北回归线立标的第一座。啊，那这个陈澄波的画作当然是已经这个地标的第3代了啊。好，我再回过头来让人看说，一个小小的阿里山，其实我要讲的其实不是阿里山，整个台湾的中央山脉充满了400年来
甚至400年前一直到5、6千年的台湾先祖，有可能比现在活存下来原住民更早的人类存在，他们共同就造就了这样的地理环境跟人文景观，啊，像这种斜线产生的造镇，像这种传了400年，历经了好多朝代，市政府都在同样一个地点，这个还真的是全世界少见的啊。台湾这个地景，大家可以看到褐色的地方就占了60几%。啊，台湾的山，它不止面积大，它被整个覆盖的那个森林，就是山跟林。我们今天讲山林，那是一个台湾人应该世代子孙都要珍惜的一个景观啊。那这个景观之下，我们造就了很多附近的城镇，这些城镇让各世代的各不同的民族到了这个地方，他们愿意留下来住下来，开花，他们在这边世代流传，也产生了很多我们难以忘记的生活情趣啊。那我想在这个时候，我提出来这一幅画，跟各位分享一个所谓整个山林景观造就了附近城镇让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他们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感觉？这一幅画的中间有3位女生，这3位女生有什么特别呢？她们穿的衣服刚好不一样啊，刚好3位，一个穿中国旗袍，一个穿日本和服，另外一个就是西洋的洋装啊。当然，你可以永远解说这个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憧憬，但是我要让大家来看看，就是说，当这一幅画画了85年之后，有一位85岁的老诗人，他专门为了这一幅画题了一首诗，它是一首台语诗啊。我想就把这一首台语诗念一遍来跟大家分享。他讲说，有缘咱才会来见面，我无看到你本人，我有看到你的图，按图想起着你的心事，才会了解老一辈的动容。你的天有大细平，无顺的力变乌力，活去死伫赤色的心态，西回风比起保米楼，莫怪爱求起半平面，乌倒红的路势倒平。有一个穿长衫的查某，有一个穿和服的姑娘，有一个穿洋装的少女，阁有一个毛饼鬼骑铁马的在地人。有缘才会认着你的心情，看到赤路有刺目的白，阿伯煞伫双车路戆神，生伫正平厝角的新路，嘛有咱要活要梦的天地。这幅话题就叫西惠坊。西惠坊是日治时期一个很有名的酒家，就在这幅画的左上角。那个窗口里面的那些女生，大概就是当年的艺妓啊。那诗里面有提到西惠坊跟宝美楼啊，宝美楼在台南，就是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南，都是很有名的酒家。当然，他要讲的就是说，当嘉义开花阿里山上的林产的时候，林业造就了
整个嘉义市的兴旺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整个画面跟诗的含义，就是说曾经在这个地方过了一生的人，他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啊？就是有咱要挖要望的天地。谢谢各位。